我死后的第4年，外婆翻出我以前的旧手机，打通了沈怀的电话。沈怀、苏荷，整整4年了，才想起来给我打电话。怎么，金主没钱了？没钱你就去卖呀，少在我这里装可怜。我告诉你，我一刻也不想见到你，哪怕是死。电话这头的外婆有些愣住，佝偻的背影看起来格外孤单。她捧着电话，小心翼翼问：沈怀，你跟小何吵架了吗？我找不到小何了。外婆说完，浑浊的眼神看向空旷的房间，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呢喃了句：对了，小何死了，不在了，我怎么又忘了？或许是因为放心不下外婆，我死后一直留在她身边。只可惜，外婆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经常会忘记我已经死了。这次她又犯了病，独自一人跑到公园，忘了回家的路。倔强的小老太太坐在长椅上，嘴里还嘟囔着：找不着路了不要紧，小何发现我不在家，肯定会出来找我的。我的灵魂就守在外婆身边。明明她离家不远，可因为她听不到我说话，所以我没办法给她指引正确的方向。眼看太阳快要下山，身为灵魂的我开始急得上蹿下跳。一个快80岁的小老太太，要是不及时回家，独自在公园过夜，肯定会撑不住。好在外婆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看着周围越来越稀少的人，终于站起来。她上前抓住一个人便问：你看到我孙女小何了吗？我知道，只要外婆问人，对方多交谈2句，就会了解到外婆的情况，多半会把她送到派出所。只要到了派出所，外婆就能安全回家。可惜外婆问错人了，因为被她抓住的人正是沈怀。沈怀看着外婆，语气里带着丝不耐烦：苏荷去哪儿了？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都这么晚了，他还放任你一个老太太留在公园，肯定又是跟……最后那几个字，或许是看在外婆的份上没有说出来，但我知道他的意思。他想说，肯定又是跟哪个野男人鬼混了。看吧，哪怕我死了4年，这个男人也丝毫没有减少对我的厌恶。外婆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见到沈怀反而很高兴。沈怀，你好久都没有去我家吃饭了，你不是最喜欢吃外婆包的饺子吗？明天你生日，来我家吃饺子。你们年轻人处对象就要好好处，小何这丫头什么都好，就是有话喜欢憋着。今天小何出去的时候还说要去给你买生日礼物，明天给你一个惊喜呢。原来外婆的记忆停留在这天，那时候我们还很相爱，跟天底下所有热恋的情侣一样如胶似漆，而她的小青梅也还没有出现，可惜了呀。沈怀闻言，嘴角扯起一丝讥讽：外婆，这样不好玩。我和苏荷已经分手了，你说她出去给我买生日礼物，恐怕是给别的男人买生日礼物吧？外婆一愣：你们分手了？可是小何从来都没有告诉我。沈怀，你不要生气，等小何回来，我教训他。小老太太生气的样子可爱极了，我想抱抱她，告诉她不要生气，可身体却从外婆的身体穿过。4年了，我竟然还没有习惯我只是个灵魂。沈怀笑得更厉害了，很显然他不相信外婆的话。我说了，我们真的已经分手了。如果这些都是苏荷教您的把戏，我姑且原谅一次，请您不要再在我面前提起他的名字。就在这时，同小区的2个大妈走了过来，看到外婆一脸惊讶：大娘，天都这么晚了，您怎么还没回去？不会是又忘了家住哪儿了吧？说完，冲另外一个大妈啧啧感叹，说来这老太太也可怜，跟外孙女相依为命，谁知道4年前外孙女死了，就剩下这么一个老太太。是啊，我4年前就死了。记得4年前那次生日，我满心欢喜地出去给她买礼物，却在商场看到了她跟别的女人出双入对。失魂落魄地走出去后，社交软件就收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私信。打开来看，里面是一个女孩子穿着男士白衬衣，躺在酒店凌乱的白色床单上的自拍照。除了照片，还附带了一句话：都说青梅不敌天降，你觉得我这个青梅敌不敌得过？白衬衣我认识，最上面的纽扣是我亲自缝上去的。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上面缝出来的小花是我在网上跟一个博主学的。沈怀不嫌弃，连重大会议都穿着它。他说那是我们爱的标志。可是现在
这个标志出现在了别的女人身上。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爱还可以那么廉价。听到大妈的话，沈怀整个人浑身一僵，各种情绪在脸上接连闪过。最后他不敢置信地问：你们说什么？苏荷死了？你们是骗我的，对不对？一定是苏荷让你们这么说的。这个女人最擅长花言巧语。两个大妈颇为震惊，一边扶着外婆，一边嘀咕：这人是谁？该不会是个神经病吧？就是死人，这是谁还敢乱说？那不是咒人家吗？外婆这时候也像是想起来似的，她张了张嘴，颤抖着唇，最后说了句：是啊，小何不在了。沈怀呆愣愣地站在那里，样子有些可笑，而我飘荡的灵魂则跟着两个扶着外婆的大妈一起飘回了家，甚至在外婆进屋的那一刻庆幸亏沈怀那家伙没有跟上来。或许是因为想起我的死，外婆很难过。孤单的小老太太坐在沙发上，干瘦的手抚摸着我的照片，暗自垂泪。你说，你这丫头年纪轻轻，怎么就比外婆先走了呢？我飘过去想给她擦眼泪，却扑了空，只能哭着安慰外婆：小何没走，小何就在这里。可惜外婆是听不见的。门铃在这时候被按响，随后传来沈怀的声音：外婆开门，是我是沈怀。我大吃一惊，不行，不能给他开门。要是他进来，翻到了我以前的东西，我不敢想后果会是什么。外婆有些迟钝，听到门铃声以及呼唤声，慢慢地扭过头，她似乎在思考。门外沈怀的声音再次传入：外婆，你就让我进来吧。苏荷，我刚才冷静想了一下，你怎么可能死呢？无非是想骗我过来。我现在过来了，你装什么装？快开门！他一阵咆哮输出，接着暴躁地按门铃。我很生气，他这样大喊大叫会吓到外婆的。曾经的他不是这样的，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外婆，只会轻言轻语，唯恐语气重一点。可现在除了按门铃，他已经开始砸门了。我有些愤恨，冲到门口想暴揍他一顿。身为灵魂的我直接从门穿过去，即便气呼呼地挥着拳头，也只能轻飘飘地穿过。因为教训不了沈怀，我有些生气，最后连眼泪都气出来了。可我只是具灵魂，连哭泣也没有曾经的畅快淋漓。我气得骂他：是啊，我就是骗你的，你走啊，快走，最好这辈子都不要再来。正当我发脾气的时候，屋内传来啪嗒一声响动，我唯恐外婆出事，赶紧又钻进去。好在外婆还平平安安地坐在椅子上，只是手里的相框掉在地上了。外婆像是刚刚睡醒一样，看着地上的相框，弯腰捡起来，而后捏在手里，一下又一下地擦我的照片。弄脏了，小何最喜欢这张照片了，幸亏没摔坏。是啊，这是我曾经最喜欢的照片，因为这张照片是沈怀帮我拍的。其实我想告诉外婆，现在这张照片已经不是我最喜欢的了，我最喜欢的是您手边我和您的合照。此刻外婆说完，已经颤颤悠悠地站起来，把相框放回了原来的位置。她静静地站在那里，脸上又挂上微笑。我吸了吸鼻子，不知道小老太太得了这个病到底是好是坏。瞧，小老太太的病最近犯得有些勤，她又忘了她的小何已经死了呢。大门又在这时候不合时宜地被敲响。外婆应了声：来了来了。说完，慢悠悠走到门口。房门打开的一瞬间，沈怀那张满是怒气的脸依旧清晰可见。苏荷呢？说完这话，沈怀一双眼睛四处查看。我知道，沈怀这是在找我呢。外婆很爱干净，经常会打扫卫生。自从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后，有时候我蹲在一边，还会看到外婆把家里打扫2遍。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家整整4年过去了，里面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是沈怀呀。小老太太失忆以后就越发可爱了。她殷勤地呼唤沈怀：快进来坐，小何他出去了，对，出去了。可是他去哪儿了呢？她说着，转头看向窗外，喃喃着：天都黑了，小何肯定很快就会回来的。这丫头从来都不在外面过夜，她说晚上要陪着我才安心。沈怀似乎没有心情去听外婆的话。
尤其在听外婆说我出去了以后，眼底的讥讽更浓。她打心底的在嘲讽我。好在她还算个人，没有说什么太重的话，而是朝着我的房间走去。人进都进来了，我阻止不了，干脆飘在她身边，看她接下来想做什么。门把手拧开的一瞬间，粉色系房间映入眼帘。这是外婆精心为我准备的，外婆的手很巧，就连里面的粉色窗帘都是她一针一线缝制而成的。我很喜欢这里，就算是死了以后，也会飘来飘去，躺在这上面休息。可惜灵魂不用睡觉也不会觉得困。拧开门后，沈怀继续往里走，视线落在了桌面，我和他的合照上。他的眼神闪现一丝惊讶，但很快又被讥讽取代。不是已经有了别的男人吗？留着照片做什么？用来回味你以前把我骗得有多惨。苏荷，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爱过你。说完，他暴力地拆开相册，取出里面的照片，直接撕个粉碎，甚至到最后还觉得不解气，狠狠地扔在桌子上。我瘪嘴，明明当初是你先背叛的我，现在委屈愤怒个什么劲？外婆端着果汁站在门口，愣愣地问了句：沈怀，你在做什么？因为生气，小老太太的脚步都变得矫健起来，她气冲冲地把果汁放在柜子上。看到沈怀撕的是我和他的合照，当即理论起来。沈怀，你是她男朋友，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外婆也知道沈怀以前不会这样做的，那时候的他很温柔。我和沈怀的相识纯属意外，他是沈氏集团继承人，而我只是刚步入社会的新人。沈氏集团几乎是 A 市所有应届生的梦想，薪资高，待遇好，只要进去就业，是同学聚会都可以拿来炫耀的那种。而我恰好就是那个通过校招得以进去实习的幸运儿之一。只可惜职场远比我想象中的复杂。我记得入职第1个月，公司就组织了一次部门聚会。部门经理张闯是我的一个学长，上学的时候我们就有过几面之缘。聚会的时候，他非得拉着我还有另外一个同期进入公司的女生喝一杯，扬言这次部门聚会就是为了我们2个准备的，甚至还拍拍我的肩膀，凑过来说：小何，我推辞不过，只能硬着头皮喝了2杯。可坐在我身边的女生已经苍白了脸色，她捧着手里的白开水，有些不知所措。我察觉到有点不对劲，便低声问了句，女生可怜巴巴的小声告诉我，她对酒精过敏。部门经理更是带头端着酒杯，扬言是新人就必须得喝1杯。女生一脸为难，胆小的她只能小声解释，对不起张经理，我对酒精过敏，不能喝的。部门经理一听这话，立马哈哈笑起来，我也对酒精过敏，但是少喝一点没关系的。小徐，出了社会的人都要学会喝一点，知道了吗？其他几个人也跟着起哄，场面乱糟糟的。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站起来替他挡酒。张经理，他真的不能喝，实在不行的话，这杯酒我帮他喝了，你们看怎么样？就这样，我在那些人的起哄下，一连喝了6杯，直到最后整个人都晕乎乎的。我靠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就看到了坐在旁边的沈怀。他静静地坐在那里，五官俊朗，面容冷漠。或许是喝多了，我壮着胆子直直地看着他，而他手里捏着酒杯，同样饶有兴致地看向我。四目相对，我知道这是心动的感觉，甚至醉过去的时候还在想，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男人。等我在有意识的时候，发现我正被人抵在卫生间的墙上。因为喝醉了酒，我浑身都是轻飘飘的，迷迷糊糊看到张闯正抵着我，伸手去摸我的裤子。惊吓让我意识清醒了一些，开始奋力抵抗。学长，你这是做什么？张闯已经不再是之前笑眯眯亲和的模样，而是换了副猥琐的嘴脸。干什么？当然是想跟你好啊。苏荷，学长喜欢你，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让学长怎能不心动？我保证，只要你跟了我，下次有项目我就交给你，等谈下来，我这边直接给你升职做组长。张闯说完，开始把他的嘴往我脸上凑。我浑身无力，却还是奋力抵抗，不想这辈子毁在这么一个人渣身上。放开我，张经理，你这是在犯法！救命！来人！救命！我的呼声本来就不大，外面的吵闹嘈杂声却不小。
就在我打算以死相逼的时候，外面的吵闹声瞬间消失。再然后，卫生间的门被人踹开，我看到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出现，接下来一记重拳砸在了张床的脸上。那个人将我拥在怀里，逃离地狱般的地方。而这个人就是沈怀。那时候的他可真有魅力呀。此刻的沈怀沉着一张脸，冷眼看着外婆，哆嗦着手收拾桌子上的照片残渣。外婆，我不是她男朋友，我们早就分手了，他背叛了我。外婆的身体僵住，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苏荷不会背叛你的，他说10句话，有9句都是你。他记得你最喜欢吃什么菜，不会做饭的他还坚持下厨。外婆的声音被沈怀手机震动的声音打断，我无意中瞥了一眼，就看到了他手机屏幕显示的2个字：许梅。他的眉头微不可察地蹙了一下，尽管手机震动个不停，他却并没有及时接电话。我觉得有些好笑，男人果然都是喜新厌旧的东西，到手久了就厌倦了。当初他不是很爱他的小青梅吗？现在这个鬼样子，做给谁看？手机震动了好一会儿停下来，接下来不死心的继续震动。沈怀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捏着手机走了出去。我很好奇他们俩结婚了没有，又要聊些什么。我想大抵是我真的太无聊了吧，居然想知道这些事。于是跟着沈怀飘出房间，又飘出大门。喂，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好听。那时候的我会经常闭着眼睛靠在他怀里，听他充满磁性的声音在耳边回荡。原来他也可以对另外一个人这么温柔。电话那头传来声音：阿怀，你怎么还没来？沈怀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温声应了句：知道了，我马上就来。果然他是爱着他的，还是像以前那样，只要许梅一个电话，随叫随到。挂断电话，我看见眼前的男人站在门口迟疑了一下，外婆坐在凳子上，似乎还是摸不清楚为什么我和我那么喜欢的沈怀分手了，神情有些伤感。沈怀只是扫了一眼，便将门关上，然后朝着电梯的方向走。在他走到电梯的时候，我原本想回去陪外婆，却瞥见他从口袋里取出来一个东西，捏在他手里的不是我的手机吗？这个可恶的小偷，他是什么时候偷走我手机的？我愤怒地扑向他，依旧从他身体穿过。电梯门打开，他走了进去。我气呼呼地坐在他的肩膀上，破口大骂：沈怀，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这样的癖好，你这是偷窃，要去派出所吃饭的，懂不懂？我劝你现在就把东西还回去，否则我就骂死你。你是小偷，懂不懂？尽管我在咆哮，可他根本听不见，反而将那部手机揣进口袋，若无其事地出了小区，上了门口停着的迈巴赫。手机里的内容才是我最担心的。虽然我不想看到他们两个腻歪，却还是不得不跟着上了车。只是目的地不是他家，而是酒店。看着熟悉的地方，身体某个地方像是觉醒了，狠狠地痛了一下。为什么是这里？为什么他们约会的地方偏偏是我们曾经住过的酒店，而且还是当初要跟我订婚的位置？看着他下车，我大声质问：沈怀，你恶不恶心？你们难道就不能换个地方？等我跟着他飘进去，才发现他们哪里是约会，而是订婚。许梅穿着浅蓝色的鱼尾裙，美得像童话里的公主。看吧，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公主和王子才是一对。许梅开心地迎了上来：阿怀，你去哪儿了？我到处都找不到你。眼前的许梅笑眼弯弯，连说话的语气都轻轻柔柔的，和当初跟我说话的时候完全不一样。说着，已经伸手准备挽住沈怀的胳膊了。我以为时隔多年，加上我现在又不是人，应该会看开一点。可在看到许梅亲昵的动作时，还是忍不住厌恶。不知道沈怀是不是故意的，在许梅伸手的一瞬间，挪动步子躲开了她的手，转而朝着沈夫人走去。爸爸妈妈。许梅的手扑了空，眼神里闪现一丝狠厉，但很快又讪讪收回。突然她看向我的方向，咬着牙小声说：苏荷，都是你这个该死的女人，这么多年你还阴魂不散吗？我一愣，难不成许梅能看到我？我伸手在她眼前晃了晃，还好看不见。许梅却深呼吸调整了一下情绪，
接着重新堆满笑容，转身朝着沈怀的父母走去。阿怀，沈怀却转身走过来，淡声道：宾客们还没来齐，我去趟卫生间，你先在这里陪陪爸爸妈妈。一句爸爸妈妈已经让许梅笑弯了眼睛，她浅浅应声：好啊。我没空去管许梅在跟沈家夫妇寒暄什么，因为我看到沈怀捏着手机快步朝着卫生间的方向去了。他不是要去上厕所，而是另有所图。果然，沈怀走到楼道角落，把手机拿了出来，而后按开机键。我的心也开始砰砰乱跳起来，知道无法抢走手机，只能握紧拳头，双眼死死地盯着他的动作。很快，手机屏幕亮了。正当我神经紧绷的时候，屏幕闪了一下，直接熄屏。他再次尝试，手机还是开不了机。也对，距离外婆上次刚刚还闪屏了，坏了也说不定。然而沈怀却掏出自己的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李浩，出来一下。李浩是他的助理，接到电话很快就出来了。沈怀把我的手机递给他，找人修好它，越快越好。另外，查一下苏荷的消息。李浩接过手机，眼神里闪现一丝疑惑，但还是应下了。4年了，整整4年时间，他才想去查我的消息，只可惜我已经死了。我甚至开始幻想，得知我的确死了，他应该会很开心吧。毕竟那个令他厌恶、一刻都不想见到的女人，终于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很快，沈怀就被沈夫人找回去了。酒店里坐满了宾客，全都是见证他们幸福的人。曾经的我不是没有憧憬过这一幕，只可惜我终究没有等到这一天。沈怀被主持人叫到台上，开始致辞，而我就飘在他面前，飞来飞去。他的眉头始终紧皱着，我不服气，凑到他的耳畔问他：沈怀，你这个花心大萝卜，既然都如愿以偿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沈怀听不见我说话，视线却一直停留在门口的方向。我顺着他看的方向望去，却不明白他在等什么。难道他在等李浩回来，告诉他我已经死了吗？就算他知道了，那又怎样？司仪突然把话筒递到沈怀嘴边，笑着问他：沈怀先生，你是不是更希望今天就是你和许梅小姐结婚的日子？全场静悄悄的，所有人都凝视着沈怀，而我也将视线看向他。他的唇动了动，看向身边的许梅，正准备说话，手机再次震动起来。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电话接通，我又飘着凑近他，听到手机里传来李浩的声音：沈总，苏小姐可能早在4年前就死了。4年前有一起坠海事件，有证据证明车主很有可能就是苏小姐，只不过当时警方打捞了半个月一无所获，加上苏小姐唯一的亲人只有年迈的外婆，就放弃了。李浩的声音不大，只有我和沈怀听得见。我看见沈怀瞬间面如土色，随后颤抖着手按了挂断键，打开了李浩发给他的消息。里面是4年前我坠海的新闻。虽然只是隐晦的报道坠海人是苏姓女子，但只要稍稍留意我的失踪日期，就可以猜到是我。我凑近他，试图将他的头发吹起来，用戏谑的口吻说：看吧，都说我死了，你还不相信？沈怀啊沈怀，你怎么还是和当年一样，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不信？话刚说完，沈怀一口鲜血吐出来，鲜红的血洒在红色的地毯上，顷刻间消失不见。所有人一阵慌乱，许梅也惊呆了。刚刚吐完血的沈怀直挺挺地往下倒。沈怀，我喊叫出声，扑过去想将他扶住，可他的身体还是穿过我，直挺挺地倒在地上。现场瞬间一片哗然，沈氏夫妇也被吓到了，有几个反应过来，七手八脚地把沈怀抬上车往医院送。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只能飘着上车，蹲在沈怀的胸口盯着他看。沈怀，你不是说我死了你都不会多看我一眼吗？沈怀再次醒来的时候，我正无聊地在房间里飘来飘去。 VIP 病房就是和普通病房不一样，空间很大，我在里面连翻几个跟斗都没问题。见沈怀醒来，沈氏夫妇很快就涌了进来，连带着进来的还有许梅。沈夫人关切地询问：阿怀，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最近工作太累？沈怀笑了一下：妈，我没事。妈，你们可以出去吗？
我想一个人安静地睡一会。许梅张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只能跟着沈氏夫妇一起走出去。病房里瞬间又变得清静了，沈怀却突然掀开被子，艰难地挪动步子走进卫生间。我原本是想跟着的，但又觉得不太方便。可是卫生间却传来奇怪的声音，好奇心驱使我钻了进去。我看到沈怀红着眼哭，虽然他极力克制着，可眼泪还是疯狂往外涌，到最后干脆干呕起来。这种滋味我也体会过，当一个人难过到了极致，是会呕吐的。沈怀呀，原来知道我死了，你一点都不高兴是不是？呕吐完以后，沈怀又洗漱了一下，然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病床上。不知道什么原因，沈怀睡着了，躺在他身边的我居然也跟着睡着了。我是被许梅的说话声吵醒的，她依旧用人畜无害的嗓音嘘寒问暖。沈怀有一句没一句的回应，不一会李浩也进来了。看到李浩，沈怀问了句，带我去他出事的地方，另外安排下去，我要知道当年这场车祸究竟是怎么回事。许梅听到这话，眼神里闪现一丝慌乱，虽然只有那么一瞬间，却还是被我捕捉到了。关于我坠海死亡的事，其实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或许是因为只是聚灵魂的缘故，我连和沈怀的点点滴滴也是最近一段时间记起来的。沈怀和李浩前脚出去，我就看到许梅匆匆忙拨了一个电话，样子很是古怪，于是我跟着飘出去了。我让你处理的事，你处理好了吗？我知道都4年了，可你也知道，一旦沈怀想追查，是不可能查不到的。你确定没有露出任何破绽？可现在又是怎么回事？这么多年，我一直想方设法阻拦任何可能让他知道那个该死的女人已经死了的消息，到头来还是被他知道了。我恍然大悟，原来许梅口中的那个该死的女人是我。我气得张牙舞爪，冲她骂骂咧咧，你才是该死的女人。等等，这么说我的死不是一场意外，而是许梅精心设计的杀人，她怎么敢？我愤恨地扑向许梅，一次又一次，然而却只是来回从她身上穿过。到最后我也累了，干脆跟着沈怀，想看看我死掉的地方。毕竟听说我到现在尸体还没打捞上来呢。真可怜。飘到沈怀车里，我恰好看到李浩把修好的手机递给他。什么叫屋漏偏逢连夜雨，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了。心如死灰的我看着沈怀打开我的手机，输入了解锁密码，可惜又被他猜对了呢，密码是他的生日。要不是我死得太突然，没来得及改，我绝对不会让他得逞。很快他就看到了我社交软件里的私信消息，看到许梅对我的挑衅以及发给我的照片。我干脆飘到他面前骂，死渣男，你现在看到了吗？是你背叛了我，不是我背叛了你。床都跟人家上了，呸，真脏。看完消息的沈怀双手不住的颤抖，最后干脆闭上眼睛，痛苦的询问，小何，你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呢？都怪我，都是我的错。是啊，都怪他。其实那时候我也有问过他的。在许梅发给我照片的第2天，我就去了他办公室质问，沈怀，你他妈的是不是跟许梅上床了？可沈怀却突然像是变了个人似的，冲着我冷笑，是又怎么样？苏荷，你是我什么人？我凭什么事事跟你汇报？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都背着我做了什么。你听好了，我沈怀从来都没有爱过你。明明他昨天还跟我说爱我，今天却搂着别的女人否认了一切。我呆呆地看着这一切，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后来，许梅居高临下地笑着看我，她说，苏荷，实话告诉你吧，你只是沈怀感情的替代。现在我这个正牌女友回来了，你这个替代品最好有多远滚多远。我明明记得前几天他还将我搂在怀里，嘚瑟地看着我说，苏荷，你昨晚一点都不老实，我成了你的人，你要对我负责。现在想想，其实我们也有过很多甜蜜的时光啊。车子很快就行驶到了目的地。沈怀从车里下来以后，径直走到后备箱，从里面取出一套潜水装置穿上。李浩被他的举动惊到了，来不及说话，沈怀已经找到准备的位置，纵身一跃，跳进海里。我也跟他一起跳了进去。海水很深，越是往下沉越是漆黑。
总是我现在已经成了一具灵魂，却还是有些害怕。这一次他潜进去的时间很久，就连氧气快要耗尽也舍不得离开。李浩已经开始催促了，沈总，氧气快不够了，你还是上来吧，再这样下去你也会没命的。他一言不发，继续往海底潜。其实连我都快没耐心了，海水这么深这么凉，越是深入气压越低，连专业人士都打捞不到我，何况是他。就在我打算飘回岸上的时候，却听到沈怀颤抖的嗓音，他说我找到了。顺着他手电筒的方向，我看到了一辆沉没在海底的废弃车辆，车身已经被海藻缠绕，强大的压力挤破玻璃，致使车里成了鱼儿的乐园。而我在这一刻看到了只剩下森森白骨的我。沈怀快速游过去，像是不敢相信一般愣在那里。接下来他快速解开骷髅上的安全带，再小心翼翼拿掉缠绕在上面的海草。待他看到骷髅手指上的钻戒时，沈怀哽咽了一句：苏荷。多么讽刺，那枚钻戒就是他当初跟我求婚送给我的，现在却以这样的方式再见。氧气即将耗尽的提示音在这个时候响起，我开始着急了，拼命地催促他快走，可显然沈怀因为氧气不够，根本无法支撑他离开。他伸手轻轻地将那具白骨抱在怀里，继续呢喃着：小何，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沈怀是被李浩救上去的，带上岸的时候，即便他已经昏迷，怀里还紧紧地搂着我的枯骨。沈怀这一次足足昏迷了2天2夜，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寻找我的骷髅。好在李浩及时告诉他：沈总，我已经将苏小姐的遗体好好安置了，您放心，没有您的吩咐，没有人可以擅自处理。沈怀点点头，面如死灰。我吩咐你的事，继续查下去。李浩离开，我拖着下巴在他面前飘来飘去，忍不住叨叨起来：沈怀啊，沈怀，杀人凶手就是许梅，你怎么怀疑不到他身上呢？原本躺着沈怀像是想到了什么，慢慢从床上起来，一步步走到病房外。VIP 病房这一层人很少，他刚出门就听到了许梅打电话的声音。要是被他查到，我逃不了也活不下去。当年涉及到那个女人的人，全都处理干净。我知道许梅的好日子要到头了。果然，下一秒就见沈怀猩红着一双眼睛，像是要吃人靠近许梅。许梅看到这样的沈怀，再联想刚刚的电话内容，似乎也被吓到了。她怯生生地喊了句：阿怀。谁知话音刚落，沈怀立马扑向他，死死地掐着他的脖子，将他抵在墙上。为什么要害苏荷？为什么要欺骗我？又要欺骗他？明明我跟你什么都没有。许梅，亏我那么信任你，我要杀了你。他手上的力道越来越紧，许梅的脸色也跟着越来越白，一副快要呼吸不过来的模样。我顿时愕然。刚刚沈怀说什么？他说他们什么都没有。我不信，如果他们真的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在我质问的时候他从来都不解释？为什么在拥有我的同时还要跟许梅纠缠不清？我冷冷地看着这一幕，有那么一瞬间，我是真的希望沈怀把他掐死。李浩扑了过来，将沈怀的手扯开，大口喘着气。沈总，您不能这么做，苏小姐死得那么冤枉，您直接掐死罪魁祸首，岂不是便宜她了？沈怀猛地僵硬着身体，许梅得以喘息，身体不受控制地瘫软在地，然后剧烈地咳嗽着。等她咳嗽完，流着眼泪可怜巴巴地哭诉起来：阿怀，对不起，求求你原谅我。阿怀，是我一时鬼迷心窍，都怪我太爱你了，我不想任何人把你抢走。沈怀咬着牙关，从齿缝中挤出一句话：滚，我不想再看到你这张令人作呕的脸。许梅愣住，呆呆地看着这个她爱了10几年的男人。我会让李浩整理好所有指控你谋害苏荷的证据，你下半辈子就在监狱里度过吧。滚啊！许梅被吓了一跳，跌跌撞撞地逃离这里。我以为我也会很愤怒，可是看着双眼通红的沈怀，突然释怀了。我坐在他身边，絮絮叨叨着：行了，一个大老爷们怎么又要哭了似的？你看，我都没哭。可惜了，我英年早逝，你知道吗？我还有好多好多地方没有去。正说着，就听沈怀出声：你也出去吧，我交代给你的事，务必要办好。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不管花多少钱多少代价，我要你请最好的律师，让许梅把牢底坐穿。李浩应了一声出去。沈怀苦涩地笑了一下，双眸通红。他自言自语，小何，对不起，都是我误会了你。你说许梅不是好人，我应该相信你的话才对。其实沈怀住院这2天，我回了趟家，看望外婆。小老太太似乎过得还不错。社区来了几个老太太，全都是没有牙齿的，几个人坐在家里聊天，看起来很开心。只是老太太们无意间提起自己孙女的时候会突然沉默，外婆却什么都不记得了，侃侃而谈，谈起她那乖巧懂事的外孙女有多优秀，谈她的外孙女婿有多帅气。我觉得吧，外婆不记得那些事，其实也挺好。重新回到医院的时候，沈怀正在收拾东西。他将自己的手机放在床头，脱掉贵重物品，然后拿着我的手机以及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封信，避开医院的监控，来到医院负2楼的车库。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隐约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见他面无表情地坐在驾驶座位，立马跟着坐进去。我冲着他喊叫，沈怀，你要去哪里？为什么手机都不带，贵重物品也不拿？他听不见我说话，只是一踩油门扬长而去。我有些心慌，眼睁睁地看着他狂踩油门，一路朝着环海公路奔。就算车载音乐放的是我最喜欢听的歌曲，也无法缓解我此时的焦虑。这个蠢男人该不会是要殉情吧？就在我以为沈怀会把车开进海里的时候，他却把车停下了。我摸着已经不会跳动的胸口，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臭男人，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要跳海。沈怀闭上眼睛，深深呼吸一口气，然后取出打火机，把一直放在副驾驶座的信封拿起来点燃。小何，对不起。小何，你在身边吗？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灵魂，求你一定要收下我的信。火苗慢慢蹿起来，而我的手中也慢慢出现一封信，上面写着苏和亲启4个字。小何，很抱歉用这样的方式和你说话，可是小何，我真的不知道能用什么办法了。我真傻，你走了4年了，我却以为你还活着。是我愚钝，直到现在才知道，许梅只用了几张 P 出来的照片，就轻而易举地欺骗了我。我更不知道她在私底下竟然给你发了那种照片以及消息。小何，我发誓，我从来都没有碰过她，从始至终我只有你。而你从来都不是任何人的替代，更不是他的替代品，你只是你。记得你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会选择你，又是什么时候就动了心思的，我现在就告诉你答案。是那场聚会，你自己都自身难保，还去保护别人，真是又愚蠢又可爱，所以我心动了。你知道吗，小何，我在你的手机上看到了你的小号，那里面竟然是你用来记载跟我的点点滴滴的。有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有我们第一次接吻的时候，还有我们第一次。小何，外婆说的对，你是个心地善良又心思细腻的姑娘，是我辜负了你。我看到你在社交软件最后一句写下的是，沈怀，如果我真的死了，你呢？会陪我一起死吗？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小何，等我好吗？小号的确是我记日记的地方，里面东西全都设置了仅自己可见。短短的几百个字，我却看了很长时间。等我反应过来，就听到沈怀脚踩油门的声音。迈巴赫车头对着大海，而他这个时候脚踩油门，我很清楚他想做什么。沈怀，你疯了吗？我才不要你殉情，你给我活着，好好活着，听到了吗？可我的喊声他听不见。车子也在这时候直接朝着大海冲去。记忆开始翻滚，我像是又回到了坠海的那天。无数海水蜂拥而至，呛了我鼻子喉咙还有肺部灼烧的死疼。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死亡的过程。眼看海水一点点将那辆迈巴赫淹没，我奋不顾身地跳进海里。尽管我知道，就算是跳进海里，我也不能做什么，可我还是扎了进去，眼睁睁地看着沈怀闭着眼睛跟着海水一起淹没。我钻进车里，看着他闭着眼睛，眼前棱角分明又帅气的男人，不正是我曾经深爱着的人吗？可现在他也要死了。大海可真深啊，我跟着沈怀一起越沉越深。就在我黯然伤神的时候，
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小何，真的是你吗？我回头就见沈怀飘在车窗外，再看看还在车里的另一个沈怀，我明白了，在外面的是他的灵魂。是我。沈怀看着我，样子很是开心。他问：小何，可不可以带我走？带他走？当然不可以。我摇头：不可以，你不能死。沈怀，你得挺住，他们很快就来救你了。沈怀，我已经死了，我没办法照顾外婆，如果你能活着，请你帮我照顾外婆好吗？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牵挂了。说到这里，我愣了一下，好像除了外婆，我还漏了一个人，一个对我而言很重要很重要的人。可他是谁呢？我竟然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沈怀苦涩地笑了一下，他问：那我呢？你，阿怀，你以后还会有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重新开始你的生活。我仿佛听到有声音传来，再然后迈巴赫被一个东西提起来，有人发现了跳海的沈怀，我知道他要回去了。沈怀得救了。在他连人带车被捞起来以后没多久，一股无形的力量又将他拉扯回去。我笑着冲他挥手：请你照顾好我外婆，一定。我让自己的神情尽量保持着在他记忆里最美的状态。沈怀再次醒过来的时候，我依旧守在他身边。他睁开眼睛的瞬间，眼眶里面变得通红起来。可惜还插着氧气管的他暂时不能说话，只能转动眼球看向李浩。李浩明白了他的意思，凑近后拿出手机，将他的手提起来。沈怀在上面打出了2个字：外婆。他果然还记得要帮我照顾外婆。李浩看了一眼这2个字，立马明白过来。再然后他闭上眼睛，眼角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后悔有什么用啊？我已经死了呢。我蹲在他胸口，看着他痛不欲生又可笑的脸。其实我应该笑才对呀，笑他选择了那个女人，笑他痛不欲生，笑他活该这么难受。可我还是忍不住吸了吸鼻子，难受的要命。我又陪在了外婆身边。沈怀没有食言，找来最好的护工照顾外婆，就连李助理也会陪奶奶聊天。奶奶每天都过得很开心，我高兴地在空中飘来飘去。这天李浩正在给外婆讲故事，沈怀来了。看到沈怀，外婆突然问：小伙子，你是小何的朋友吗？长得可真俊俏，跟我家小何天生一对。沈怀笑笑，再次红了眼圈，他抱了抱外婆，然后轻声说：是啊，外婆，小何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出差了，他让我这段时间陪陪你。原来外婆的病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李浩陪着奶奶，沈怀再次走进了我的房间。看到之前被他撕个粉碎的照片，身体开始止不住的颤抖。幸好李浩及时发现，将他扶住。沈总。沈怀摆摆手：我没事。接着推开了李浩扶着他的手，他一步一步走进我的房间，看着柜子上还放着上次被他撕个粉碎的照片，开始拼命拼凑。后来他又找到了我放在抽屉的日记本，打开以后看到每页都写着他的名字，沈怀再次崩溃。因为我在日记里写着：沈怀，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沈怀，是你答应我的，要爱我一生一世。沈怀，你怎么可以背着我有别的女人？沈怀，是不是只有我死了，你才会开心？那是曾经困扰我的问题，可现在我知道答案了。因为有沈怀的精心照顾，外婆过得很幸福。我继续留在她身边，看着这个可爱的小老太太。突然有一天，小老太太抓着沈怀的手，盯着他说：小何给你生了一个女儿。说着还从积压在箱底的 B 超单拿出来给他。沈怀一愣，整个人都在颤抖。他哑着嗓音问：我们还有一个女儿？外婆，她现在在哪里？可无论他怎么问，外婆都不知道。而我也在这时候脑袋里嗡的一声，我想起来了，那个被我遗忘的最重要的人，除了外婆，就是我们的女儿。那天她生日，我除了要给她礼物，还要告诉她我怀孕的消息。可第2天却迎来了分手。孩子我原本不想留下的，可一想到那也是条小生命，一咬牙就生了下来。谁知道孩子才几个月大，就出了这样的事。我死后，外婆生了一场大病，年迈的老太太带着一个婴儿又生了病，根本没办法抚养。最后社区的人决定把孩子送到福利院。
我失去了那些记忆，连带孩子最后被送到了哪个福利院也不清楚。接下来，我亲眼看到许梅被关进监狱，判处终身监禁且不能减刑。我知道这是沈怀尽最大的能力所做到的结果了，让许梅死不了，也出不来。我还看到沈怀将我的尸身重新安葬，墓碑上刻着无期苏荷。被关进监狱的许梅，熬到第3个年头时，突然要求见沈怀一面，说他有他想知道的消息。沈怀其实不想见他的，却唯恐漏掉了有关于我们女儿的消息，跟他见了一面。许梅隔着玻璃痴痴地看着他笑，沈怀，我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呢，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我到底哪里输给了他。沈怀的耐心已经消耗完了，厌恶地说了句，你说的消息呢？如果只是为了说这些废话，那就不用再说了。似乎是怕沈怀真的离开，许梅突然开口，我知道你们还有个孩子。沈怀拳头陡然握紧，告诉我，孩子在哪里？你究竟把我们的孩子怎么样了？许梅咯咯地笑着，像是疯了一样自言自语，我什么都有，就是想要一个男人，为什么他要横插一脚？为什么他还要怀上你的孩子？本来我可以放过他的，谁让他生了你的孩子，所以他该死。我当时真不该网开一面，放过那个死老太婆和孩子。我知道这个女人彻底疯了，为了得到沈怀，已经丧心病狂。沈怀还想继续询问什么，许梅却突然口吐鲜血。看到这副模样，沈怀拧着眉头问，许梅，你吞了什么？许梅一脸痛苦，脸上却依旧带着笑意，毒药啊，这辈子出狱不可能，但是让他们给我搞一点药，怎么可能做不到？沈怀，我要你带着遗憾孤独到死，我得不到的，谁都不可以得到。许梅死了，女儿的线索又断了。接下来的日子里，沈怀一直在打听我们的女儿究竟在哪里。可老天爷像是开玩笑似的，一直到外婆98岁寿终正寝，他还是没能找到。唯一得到的消息是，我们的女儿被一个富裕的家庭收养了。好在外婆最后这20年过得很幸福，直到离开的那一刻，脸上都满是笑意。沈怀走的那一天，是外婆离开的第2年。不到50岁的中年男人已经满头银发，生命快到尽头的时候，他看着不远处，满眼都是期盼，嘴里呢喃着谁都听不懂的话。他说，苏荷，你会来接我吗？苏荷，为什么整整20年了，你连我的梦里都没有来过？苏荷，他伸手抓向虚无的前方，却在这时候看到了一个和苏荷几乎一模一样的姑娘。沈怀笑了，苏荷，是你吗？我就知道你会来接我离开。然而那姑娘却走到他身边，轻轻地摇了摇他，一脸关切，老爷爷，老爷爷你怎么了？老爷爷你坚持一下，我现在就给你叫救护车。意识仅存最后一缕的时候，沈怀还是想不明白，面前的到底是苏荷，还是他们失散的女儿。但他很清楚一点，他伤他太深，恐怕到死他都不会再来看他一眼了。